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，一共3名，你们班有1名，连里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。那江南征呢？他留下来顶替你的职务，担任班长。连长，南征这一次上战场，目睹了战友的牺牲，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，如果这去不了，他会很难受的。这个不谈。那他获2等功了。2班长许家路也是2等功，他也没有名额。这不公平。韩班长，不要说公不公平的事情。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，很多人立了功，他们一样没有名额，他们为谁要公平？那也要讲政策吧。军区政策规定，凡是立2等功的，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。原则归原则，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，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。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，所以专门做了说明，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。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，给其他同志。韩春雨，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。你是4年兵了，你是标兵班长，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3等功，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。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正气所在。谢谢你，班长。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。如果换作是我把名额换给你，你能接受吗？小江说的对，你还年轻，明年还有机会考学。这也是集体的决定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。南征，等等我。班长，对不起啊。班长，你不用有歉意。要说歉意的话，也是我对你有歉意。每次一到这种时候，你总是第一时间体现出奉献精神，真的让我无地自容。班长，陈南征，陈南征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这情绪看着不对啊！啊？哎呀，别耷拉个脸，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！哎，陈南征，陈南征，谁欺负你了啊？别闹了，我上不成军校了。啊？来，我给你拿水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有你的名额吗？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，名额分给了韩班长。那你这是什么纸啊？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？我怎么争取啊？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。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，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，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。没事儿，这我留下陪你，挺好的，好不好？啊？什么呀？你留什么呀？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！我这一想到你做的那些傻事儿，我就担心你会犯浑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能管好我自己。谢同志啊！呀，江卫星，你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好多了，那就好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老舅，我来了。
就完就剩咱们几个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咋这么出来了？干嘛呀？他刚出院，他又不是伤的腰。没事，我就是这儿中个弹嘛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。怎么就出院了？伤好了吗？我已经出现在这儿了，那还能不好吗？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，他们不让我出院，我硬闯出来了。倒是你呀，不去医院看看我，让我心有点伤。我又不是你们连的，我凭什么去看你啊？再说你长心了吗你？人姑娘看你好几次，搁这床我流着眼泪，没赶紧你，怕影响你休息，自己明白啊。去看我了呀？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是去医院了，可是我没去看你。别撒谎，不好。你先去忙你的，我跟他说两句话，一会儿和你聊。啊？哦，去。怎么个情况啊？连里边就给3名啊，刚才你给杀下来了，就这么个形式。那咱还能有戏吗？政委，哟，你不是明天回来吗？啊？家里一摊子事儿，我哪有心思开会啊？我给激动了一下，啊，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，军长和政委采纳了，啊，2天半的会议缩减成1天，晚上的聚餐我也不参加了。你不参加了，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。叫你别放炮，你就是不听。把人家副军长撅那儿下巴来抬了吧？啊，传得这么快啊？啊，你别怪我，啊，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，仗怎么打，兵就怎么练，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？啊，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，我能不放炮吗？这话呀，咱们晚上慢慢说。啊，有件事情呢，我要跟你打个招呼，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。什么事？刚才小高跟我说呀，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。是他的条件不够吗？本来是有他的，名额呢，让给了一个4年兵的班长，也是骨干。他自己让的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不像你。我说什么了吗？我没有批评你，我只是先跟你打个招呼。这事儿啊，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，上面要面面俱到，要撒胡椒面，有政策调整。被刷下来的，咱们师有100多个呢。我跟小哥说了，上面的精神要执行，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名额被拿下来同志的思想工作。他们为人民立过功，为国家流过血，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。哎，你这个当师长的，先给我稳住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？过去你能稳住，可这次不一样。我知道你会担心南征，这也是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。我不插手这件事。你当我想丢包袱啊？啊，这回不一样，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，你责任差大了。你啊，可以通过这次机会，使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。我不想管。站住！也对啊，你当父亲的，管或者不管都很合理。比如我当政委的，我可以当众的表态，这事儿我不能管，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就跟你说的，我不想管，啊？哦，那你怕这事儿碍你事儿啊？啊？连女儿事儿都不想管，还把重音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了吗？别拿这话讲我。小郑的工作你去帮我做，这又赖上我了。
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？对，招生办。对。嘿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顾野，你怎么把钱带回来了？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，邻里同志给凑的，他说什么都不肯收。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？排长家没有劳力，老人去世，看病欠下了债，排长一直都没有说。我这次去一看，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以后还得多关心，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。这事以后再商量吧。你赶紧回去洗洗。营里的新兵要到了，你跟我去营里接兵。是。连长，我想请半天假。什么事儿啊？去吧去吧。哎，老高，辣椒酱，阿修给的，特意叮嘱我，一定要给你。不内疚了，把我放下了。你指什么？啊，是，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。排长救了我的命，我是不会忘的，也不会放下的。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，人家碰上困难了，挺惦记你的。连长，老高那小子怎么回事啊？几天不见，是不是欠揍了？别再问了，赶紧打电话去吧，准军官同志，就当我不在。过不了几天，你就可以光明磊落的谈恋爱了。班里就一个指标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？指标是上头下的，年年也很为难。哪有什么办法？爷，我心里好难过啊。南征，你别急。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才几天啊！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最近还好吗？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。我这几天经历了很多事情，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也不知道的，也不敢想的。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。告诉我，是什么？张妈妈眼睛看不见，心里却惦记着阿修，一心想把他赶出张家，让他过自己的生活。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，说什么也不肯走。还有那些村民，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排长迎回了家，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。他们太善良了，太淳朴了，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。叶，我能做点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。我只觉得，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，排长的家人让我很揪心。我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。政委啊，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，练兵100遍，非得打一仗，人打疼了，也打醒了，没别的。第一条，啊，军队得找对手，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。第二条，能战才能止战，手里没有王牌，
就等着人家收拾你了。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，也打出了不少问题。是啊，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，制度老化，作战思想老化，和平官、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。军队就得有王牌呀。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在于有多少，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，这是第一标准。老张，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，没有废话，就2个字，标准就出来了，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。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，力度非常大。军事是对抗最激烈的领域，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。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，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，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，我们不能落在后边。你的忧虑我理解。咱们这次变革啊，力度空前，军队消肿的同时，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。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，迎接变革。哟，你看看我这脑子，差点把大事给忘了。这次政策变化大，上军校除了保送，还有招生计划。情况属实吗？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？3天后报名截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报告，进来。首长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太久没看见你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来看我？你小子做了1等功臣，翘尾巴了吧？啊，机关里都反映说，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，撤下来之后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松松垮垮，师里正准备抓典型，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？首长，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号人。我从前线下来，我每天训练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；站岗的时候，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。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？首长，我今天我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。打抱不平？替小征？对，师长，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，我也知道您行得正。当初砸酒那事儿，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但是有些事儿啊，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，这对他特别重要，您该帮忙的帮忙啊。帮忙？怎么帮？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？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？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，要不要我帮？师长，我不用。我上不了军校，我就留在部队，我狠狠的练。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。但是小征不一样，你小征不上军校，那是2个人的事儿。2个人？哪2个人？不是1个人的事儿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还不了解你小子，你给我老实交代。师长，真没什么交代的。你在师部的时候，没事就往通讯连跑，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，啊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2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小征，爸，我的确谈恋爱了，但不是跟他。那是跟谁呢？这我不能告诉您，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，人家的前途肯定就完了。他是战士。你怎么胆子这么大？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？师长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少废话！首长，人小姑娘不好意思说，我替她说，她呀是谈恋爱了，但是她跟那个人连手都没牵过，更没影响工作。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，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？高粱啊高粱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，你这个混小子，你这么说了一通，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，但是我是他爹，
我这下把你给毙了！小郑，爸，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。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，我才会失望呢。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，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，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。但是爸，高粱是全军的楷模，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，是不是2、3、4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？我作为一名士兵，恳请首长机关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，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，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。最后顺便说一句，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，特别是她长在部队里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。小张，小张，首长，他的感情你能理解和祝福吗？首长，我理解归理解，但是嘛，但是什么？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？我想说那个。我很想理解他，我很想祝福他，但是我很生气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首长，你控制住自己，我也生气。酒哪儿去了？我给您倒上。混蛋！你告诉我，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？告诉我。首长，这个不能告诉你。我处分你。首长，如果咱俩不穿军装，我请您枪毙我，那样以后小郑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，他有一个傻小子，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，壮烈牺牲的故事。滚蛋！滚蛋！回来！哎，你去到干部科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，去吧。是。陈班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也被少爷来了。哎呀，这事有什么好说的？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怎么不能说啦？你不把我当朋友啦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。你倒好，自己扛着，还差点把我给卖了。还有事儿？没事，我看你心情不好，想陪陪你。你是1等功臣，怎么也上不了学啊？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。那老头说了，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，肯定不可能给我走后门的，对吧？什么半个儿子？你又瞎说！真的，打仗之前跟我说的。我觉得那时候，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，老头都能同意。开的什么玩笑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没戏没肺，一点都不好玩。行，说点别的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研究过了。上军校有2条路，一是部队保送，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。真的？真的。高粱，高粱，哎，来了，高粱，你也考试啊？哎，高粱你好。哎，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？我在这是名人呢，那大伙儿都争着跟我做朋友。我告诉你，到了，就这儿，赶紧进去吧，马上开始了。你不进去吗？你也得考啊。我考场在那边，我不在这儿。啊，加油啊！我相信你，考个好成绩，把你那些连长、团长、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的啊！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。我跟叶老虎连长说好了，就去他们连加餐，红烧肉。你说的？我说的，快去吧。我去了。加油！准备考试。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？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？啊，
身份证考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就行。你没进去考试啊？我没资格考试啊。为什么？这考试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，我这初中都没毕业，考不了。那你就在这等了我4个小时啊？哎呀，我看你考就等于我考了，都一样。你为什么骗我？我不是骗你，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，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。没事儿，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，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，对吧？啊？哎，你别哭啊，这不高兴的事吗？哎，别哭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在这可有名了，一等功臣呢，影响不好。别哭。讨厌。呀，行了，吃红烧肉去，啊，好不好？加餐去。他考上了，自己考上的，没占指标，全军区考第3，这丫头啊，给咱们是长脸了。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。哎，我说你呀，让我怎么说你呢？啊，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，你没费什么劲吧？啊，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，你也没费什么劲吧？啊，我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？再告诉你个消息，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。谁呀？高粱啊，哎，不是考上了，他初中没毕业，没资格考。陆院呢，调看了他的资料，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：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，啊，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。部队呢，就缺这种有头脑、有作战经验的学员。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，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。好，哎，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。我的公务员，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？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？可是一句话没跟你提过呀。老王啊，这次对外作战，我算明白了，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，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，不给你大规模运动的机会，啊，人家用的全是尖兵，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。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。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，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。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？谁呀？高粱。什么？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，拼命地挖掘战史，找到了这个人，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，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，找到了这本书《一个士兵的行动》，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3天。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，那得什么时候啊？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。小王成啊，就知道学雷锋，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啊。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，那是一种对战争的执着和敬畏。你呀，算是找到忘年之己了。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。高粱到。连长，你这穿皮鞋特带劲儿，不嘚瑟难受吧？说什么呢？哎，市长来电话了，让你到汤镇去一趟。干嘛呀？啊，让你带2瓶酒。我也买不起好酒啊。瞧你这点出息，师长说了，就要便宜的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连长，便宜什么？连长，酒来了。来。啊！哎，赶紧的，赶紧走，快，车等着呢。不是急什么呀？师长，我这头一回跟你一起坐后排，我还挺紧张。咱俩拿酒跟谁喝去？你别问谁了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陆院特招了你。
首长，我说您这么大干部了，你别瞎开玩笑啊！都说了没有名额，怎么还能特招呢？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，你的那些战友本来没有机会，这回有机会了。真假的？嗯，10个名额，那就大伙儿都能去了，不是吗？首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消息我去告诉牛满仓，我们全班给我洗1年裤衩。你小别贫了，你也不问问这些名额是怎么来的？那肯定是首长您要的呀。我哪有那能耐？那怎么了呢？首长，这不军师大院吗？啊，你们带我来这干啥？有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我给萧副司令当过公务员，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。让你坐在后排，就是让你知道，来见这个人，咱们俩都是公务员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萧副司令给弄来的。啊，萧副司，首长您早说呀！萧副司令咱俩拿这酒，人也看不上了。您早说，我跟其他班借钱，我高低弄2杯好酒来跟他喝呀。这酒哪行啊？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？师长，李自国，你拦我车干什么？报告师长，萧副司令去你们720团了。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，让我务必转达你。掉头去720团。萧副司令。我呀，想老连队了，回来看看。啊，我跟你们郑师长啊说话，你们就不用陪了啊。这是啊，好。二杆子，你还记得我喜欢这口啊？这位是，他叫高粱，给我干过公务员，好苗子，刚从战场上下来，保送入伍院了。哦，首长好。好，真会拍马屁呀，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。哎，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，行吗？来，首长，来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意识到，85百万大裁军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，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。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、现代化、正规化的革命军队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，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。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，一夜之间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。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，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，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，然后直接遭到裁撤。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。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，很高的境界。我呀，多想穿上这身。当时，在很多部队大院里，同时并存着2种解放军军装，留下的人焕发了85式，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78式。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。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，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。但大家都知道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。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，可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？因为我害怕。
当年打仗的时候啊，我的班长负了重伤，当时他问我，说你怕吗？我说我怕。他问我你怕什么呀？我说我怕死。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。我一想也对。后来我又说我怕鬼。他说那你也不用怕，我马上就快死了。我死了以后啊，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，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。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，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，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响亮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，他们在看。来，首长，你的老部下都说，如果你能留在北京，还会穿这身新军装，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。您走了，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。我走了，你们会更好。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，你从这个60年罗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，20年，这短短的20年，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？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不够！哎，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，变的打不变的，新的打旧的。军队不改革行吗？啊！你像我，论人脉关系啊，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，但是论学习、论理论、论改革、论进步，年轻人比我强多了。你想想，这10个年轻人啊，进了军校，当了军官，退了我一个，想想怎么都划算。来，首长，我今天带他来，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。谢谢首长。好，李弼，咱今天啊，咱不讲客套啊，你们郑师长是我带出来的，啊，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，这是进步啊！你是他带出来的，要踩着他的肩膀头，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。是，来吧，你再敬我一杯，来。首长，因为你的这个决定，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。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，谢谢首长。等他们呐成长起来，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。哎，萧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，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100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。那一年的秋冬2季里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消失和撤离，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。那一天，2个老兵都喝醉了。班长啊！战士萧长生
向你报告，部队给我最后一项任务是离开。班长，我向你保证，坚决完成任务。班长，我想你呀。